霹雳车与游侠麦克科幻小说第一篇。在霹雳王国的地平线上，悬浮着一道道绚烂的光芒，那是传说中的霹雳车，载着霹雳游侠李麦克，巡弋在王国的上空。他属于那股风云际会的传奇人物，为百姓带来正义与和平。在霹雳王国的远古时代，李麦克是一名年轻的冒险家，他对王国中的各种传说与神秘力量充满好奇心。他听闻过霹雳车的传说，那是一辆由古代文明留下来的奇幻交通工具，能够超越时空，穿梭在不同的时空之中。为了找到霹雳车，李麦克踏上了危险的旅程。他横跨了险峻的山脉，穿越了茂密的丛林，甚至与眼中的怪物搏斗。他所背负的不仅是一个梦，更是维护正义与和平的使命。终于，李麦克在神秘的山洞中发现了霹雳车。它位于一个被遗忘的古墓之中，车厢散发出淡淡的光芒，映照出李麦克内心的英雄气质。当他坐上驾驶座时，霹雳车便开始了它的启动程式。在启动过程中，李麦克被带入了一个奇妙的时空之旅。他看见了雾凇覆盖的雪山，也参加了火热的沙漠舞会，甚至还见证了王国中2座城池的战争。在每一次旅程中，李麦克都对霹雳车的力量感到惊叹不已。在与霹雳车共度的那些时光里，李麦克不仅对这艘奇幻的交通工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更见证了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。他了解到，霹雳车不仅仅是一辆车，更是一座桥梁，连接着王国中的不同族群，让彼此得以和平共处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李麦克与霹雳车成为了王国中的英雄。他用这辆车奔走于王国的不同角落，解决了无数的冲突与危机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正义与和平的价值，也让霹雳车成为了王国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标志之一。然而，李麦克深知，霹雳车的强大力量若落入坏人手中，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。他决定将霹雳车交由王国中的智慧长老团保管，由他们来监督与管理这辆奇幻的交通工具，以确保它被用于造福整个王国。从此，李麦克成为了霹雳王国的传奇英雄。他与霹雳车的故事流传至今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追求正义与和平。而霹雳车则像是一盏明灯，为王国中的百姓指引着前进的方向，永不熄灭。在霹雳王国里，李麦克的传奇故事将继续流传，而霹雳车则将继续翱翔在王国的上空，为百姓带来希望与保护。这就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与霹雳车动人的传奇，一个关于友谊、勇气与正义的永恒故事。霹雳车与游侠麦克科幻小说第2篇。在霹雳王国的深处，有一个名为阿斯兰的小村落，那里住着一群淳朴的村民，他们过着简单的生活，耕种着田地，捕捞着河中的鱼，与世无争。然而，他们的安宁日子却遭到了附近山中的邪恶势力的威胁。这个邪恶势力是由一个名叫马哈的暴君所率领，他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，总是侵略邻近的村落，夺取他们的资源，留下一片狼藉。阿斯兰村的村民们受够了马哈的欺压，他们决定联合起来，共同对抗这个暴君。在李麦克出现之前，阿斯兰村的村民们已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，他们的武器落后，力量薄弱，对抗马哈的军队显得毫无胜算。村子里的年轻一代却对李麦克怀抱着希望，他们相信李麦克一定能够带领他们打败马哈，拯救家园。终于，李麦克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之后，骑着霹雳车来到了阿斯兰村。他被村民们的决心和勇气所感动，决定帮助他们对抗马哈的暴政。
在李麦克的带领下，村民们成立了一支由少年组成的军队。他们接受了李麦克的训练，在战斗中展现出惊人的潜力。在接下来的战役中，李麦克与霹雳车为村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。霹雳车可以瞬间移送村民们到战场上，让他们能够迅速部署，而李麦克则利用他的智慧和战略，多次击败了马哈的军队。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，马哈也开始使用更先进的武器来对抗村民。但李麦克并不畏惧，他利用霹雳车的力量穿越时空，寻找打败马哈的关键。经过一番艰苦的思考和探索，李麦克终于找到了马哈暴君弱点所在，那就是他对家庭的执着。在李麦克的巧妙计划下，马哈被引诱出来，与他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。在关键时刻，李麦克利用霹雳车的力量，将马哈带到了他家乡的火山口前。在村民们的协助下，马哈被成功的制服。阿斯兰村的村民们终于恢复了他们的安宁。在战后的重建期，李麦克继续留在阿斯兰村，帮助村民们重建家园。他将霹雳车留给村民们，并教导他们如何使用这辆奇幻的交通工具，将其作为村庄的守护者。李麦克的英勇事迹在村落中被传颂，成为年轻一代的榜样。最后，李麦克在完成任务之后离开了阿斯兰村，继续在霹雳王国的其他地方巡逻，为百姓带来正义与和平。霹雳车则继续守护着阿斯兰村，成为村庄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标志之一。在这个动人的故事中，李麦克与霹雳车不仅仅是一位英雄与他的工具，他们代表了正义、勇气、友情与牺牲的精神。李麦克的传奇事迹将继续在霹雳王国的历史上流传，激励着后人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。霹雳车与游侠麦克科幻小说第3篇。在李麦克离开阿斯兰村后，村民们将他视为英雄，对霹雳车也充满了崇敬之情。他们决定将霹雳车保留在村庄中，以保护他们不受外来威胁。村民们极为重视霹雳车，将它视为村庄的符号和骄傲。为了确保霹雳车一直处于良好状态，村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，负责维护和保养这辆奇幻的交通工具。他们定期检查霹雳车的零件，并对车辆进行润滑和维修。村民们还制作了一套特别的锁钥匙，只有当中最值得信赖的年轻人才能拥有这把锁钥匙。在村长的领导下，霹雳车被用于各种村庄事务，如运送物资、救助受灾村民，以及维持村庄的安全。霹雳车如假包换的速度和力量，为村民们带来了莫大的便利和安全感。此外，村长将霹雳车的使用方法和安全知识传授给了年轻的一代。年轻人们对霹雳车充满着好奇心，纷纷加入到维护和管理霹雳车的小组中。他们学习着如何驾驶霹雳车，以及如何在各种情况下安全地使用它。在霹雳车的守护下，阿斯兰村的村民们度过了幸福而安定的日子。他们深知，若没有李麦克和霹雳车的帮助，就没有今天安定的生活。因此，他们对霹雳车所承载的历史和情感，充满了感激和尊重。在日后的年月里，当霹雳王国发生动乱，各地的村庄遭受了侵略和破坏，阿斯兰村的村民们并没有忘记李麦克和霹雳车所教给他们的教训。他们利用霹雳车组织起了一支自卫队，在保护村庄的同时，也收复了被侵占的土地。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，霹雳车带领着村民们屡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。村民们在战斗中不仅展现出了勇气和决心，还将李麦克的精神发扬光大，为保卫家园而奋斗不懈。最终，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
阿斯兰村的和平得以恢复，霹雳车成为了村庄的精神象征，激励着后人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。李麦克的传奇事迹在村落中被一代代的传颂，成为永恒的传奇。在霹雳王国的历史长河中，李麦克与霹雳车的故事将永远流传，激励着后人去追求正义、勇气、友情与牺牲的精神。而霹雳车所承载的，不仅仅是物理世界的交通工具，更是精神世界的象征，代表着希望、勇气和爱的力量。霹雳车与游侠麦克科幻小说第4篇。在霹雳王国的另一端，有一个名为林世杰的年轻冒险家，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决心在王国中闯出一片天，成为像李麦克一样的传奇英雄。林世杰听说过李麦克与霹雳车的传奇事迹，他渴望拥有一艘像霹雳车那样强大的交通工具，以实现他的冒险梦想。林世杰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位神秘的老人，老人告诉他关于霹雳车的秘密。据说，霹雳车是由一名先知派出的一支精英队伍所制造，他们利用先进的科技和神奇的元素结合，打造出这辆能穿越时空的交通工具。这支精英队伍在完成使命后，将霹雳车留给了王国的英雄李麦克。这位神秘的老人还给了林世杰一本古老的书，书中记载了霹雳车操作的秘密和维修的方法。林世杰欢欣雀跃，他深信自己终于有机会获得像霹雳车那样强大的交通工具。在之后的旅程中，林世杰利用所学到的知识，开始研究如何制造出一辆像霹雳车那样的交通工具。他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，研读古老的文献和研究先进的科技。在多次失败和尝试之后，林世杰终于研发出了一型类似霹雳车的交通工具。当林世杰成功地制造出交通工具后，他将其命名为勇士之车。他将这辆车装配了最先进的科技，并利用神奇的元素来增强其效能。虽然勇士之车与霹雳车仍有一定的差距，但它已然成为一辆强大的交通工具，能够帮助林世杰实现他的冒险梦想。在与勇士之车相伴的旅途中，林世杰不仅经历了刺激的冒险，还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帮助，在冒险中成长，在危难中互相扶持。林世杰深深地体会到，友情和团队合作在冒险中是如此的重要。随着林世杰在王国中闯出名堂，他开始收到各方的委托，请他协助处理各种棘手的事务。林世杰和他的团队成员利用他们的能力和智慧，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。他们的英勇事迹在王国中广为流传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在帮助他人和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同时，林世杰也没有忘记李麦克和霹雳车所带给他和王国的启发。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教训与年轻一代分享，鼓励他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并为王国做出贡献。在林世杰的领导下，勇士之车成为了王国中著名的交通工具之一。他将它继续改良和升级，让它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和任务。同时，林世杰也致力于推广友情、团队合作和英勇无畏的精神，让更多的人受益于他的冒险和牺牲。在霹雳王国的历史长河中，李麦克和霹雳车的故事将继续传颂，激励着后人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。而林世杰和勇士之车的冒险故事，也将成为王国中一段永恒的传奇，永远流传下去。这两位英雄所代表的正义、勇气和牺牲精神，将永远为霹雳王国的百姓带来希望和保护。霹雳车与游侠麦克科幻小说第5篇。在霹雳王国的经济繁荣之时，政府为了表彰那些为王国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，决定设立一个名为英雄之庙的祭祀场所。
在这座神圣的殿堂中，李麦克和林世杰等众多英雄都将被奉祀，以示纪念和尊敬。英雄之庙的建设规模庞大，工程浩繁，国王亲自主持了动工典礼，并邀请了全国的贵族和百姓参加。在典礼上，国王对李麦克和林世杰等英雄的成就是高度赞扬和肯定。国王表示，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被铭记，并将激励后人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。在英雄之庙建设期间，国王还特别邀请了艺术家和雕塑家，将李麦克、林世杰等英雄的形象雕塑成巨大的雕像。这些雕像高大庄严，栩栩如生，引得大批百姓前来参观和膜拜。在这些雕像的庇佑下，人们对霹雳王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。在英雄之庙落成之际，国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英雄、贵族和百姓都纷纷前来共襄盛举。在这场庆祝活动中，人们分享着这些英雄事迹中的感动，并表达了对他们的敬意和谢意。在英雄之庙中，李麦克和林世杰等英雄的雕像屹立在殿堂中央，目光睿智而坚毅。他们守护着霹雳王国的和平与繁荣，并代表着正义、勇气和牺牲的精神。每当人们走进英雄之庙，他都能感受到那股来自英雄的力量和智慧，如沐春风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。在英雄之庙的见证下，霹雳王国的百姓更加团结，更加努力地为王国的未来而奋斗。他们将这些英雄的事迹一代代地传下去，并将其作为激励后人的典范。在霹雳王国的历史长河中，李麦克、林世杰等英雄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闪耀，为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在英雄之庙中，人们还建立了一座纪念馆，陈列着各位英雄的事迹和文物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些英雄的生平和事迹，加深对他们精神的理解和尊敬。每年，英雄之庙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，以纪念那些为霹雳王国献出生命和牺牲的英雄。这些活动不仅让人们缅怀过去的英勇事迹，更激励着大家去追随英雄的脚步，为王国的未来而努力。在英雄之庙这座庄严的祭祀场所中，李麦克和林世杰等英雄的形象永驻，见证着霹雳王国的兴衰与变迁。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，永远激励着后人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。霹雳王国的百姓将永远铭记这些英雄的贡献，并将其作为生命中的榜样和力量。在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之庙中，李麦克和林世杰等英雄的故事将一直被传颂，成为霹雳王国永恒的经典。这些英雄事迹不仅仅是历史的事件，更是精神的象征，代表着正义、勇气、友情和牺牲的精神。霹雳王国的百姓将继续传承和发扬这些英雄的事迹，让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。在英雄之庙中，李麦克和林世杰等英雄的雕像将永远矗立，守护着霹雳王国的和平与繁荣。这些英雄的事迹将被一代代地传下去，成为后人追求英雄之路的榜样。在霹雳王国的历史长河中，李麦克、林世杰等英雄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闪耀，为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，带领他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霹雳车与游侠麦克科幻小说最终篇。在霹雳王国的近代史中，出现了一位名叫艾莉亚的年轻女战士，她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投身于武艺和冒险之途，期望能像李麦克和林世杰等英雄一样，为王国带来光荣和繁荣。艾莉亚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，深得父亲的赏识。在年幼的时候，她便跟随父亲参与了许多战役，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英勇事迹，
艾莉亚深深被父亲为王国奉献生命的精神所打动，她决心追随父亲的脚步，在武艺和冒险之路上闯出一片天。在艾莉亚的成长过程中，她结识了多位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他们彼此之间情同手足，在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下，彼此扶持，共同成长。艾莉亚与伙伴们一起面对重重的挑战，他们凭借优异的武艺和智谋，一次次地化解了危机，赢得了同胞们的尊敬和爱戴。在与艾莉亚一行人的经历中，他们还结识了前来帮助他们的李麦克和林世杰等英雄。这些英雄对艾莉亚等年轻一代的赞赏备至，他们相信艾莉亚等人将是未来霹雳王国的希望和中流砥柱。在与各路人马的交涉和战斗中，艾莉亚逐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战士。她深知勇气和信念的重要性，并将这种精神传承给了身边的伙伴。在艾莉亚的领导下，这支年轻的团队逐渐壮大，他们为霹雳王国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在艾莉亚的带领下，这支年轻团队不断面对各种挑战和考验，他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，赢得了同胞们的尊敬和爱戴。艾莉亚等人的英勇事迹在霹雳王国中广为流传，成为年轻一代的榜样和希望。在艾莉亚等人的努力下，霹雳王国逐渐走向繁荣。在建立英雄之庙和纪念馆等祭祀场所后，王国的百姓更加团结，更加努力地为王国的未来而奋斗。在这些英雄事迹的启发下，艾莉亚等人为霹雳王国开创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在霹雳王国的未来中，艾莉亚等人将持续为王国服务，保卫百姓的安全。他们将延续李麦克、林世杰等英雄的精神，为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在霹雳王国的历史长河中，艾莉亚等人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闪耀，成为永恒的经典。在英雄之庙中，艾莉亚等人的雕像将永远矗立，与李麦克、林世杰等英雄并列，共享荣耀。这些英雄的事迹将被一代代地传下去，成为后人追求英雄之路的榜样。在霹雳王国的历史长河中，艾莉亚等人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闪耀，为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，带领他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